能毒翻大象的果子，女人却顿顿拿来当饭吃。不仅如此，还强行喂给自己的4个继子。全村人都以为她疯了，却不料母子们全都安然无恙。只因一场意外，苏月从末世穿到农妇身上，明明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睁眼却成了4个仔仔的继母，家里更是穷得叮当响，还她爹空有一副皮囊，整日里好吃懒做，潇洒自在，把家里的好地全卖了换吃喝。幸好被几个兄长发现，逼迫下才留了2亩偏僻的地。苏月可不想再体验末世被饿死的滋味，扛起锄头就出门了。可刚走到村西头，身后便传来女孩怯生生的呼喊。苏月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只见2个光着脚的4岁娃娃抱着水罐踉踉跄跄朝他走来。这是刘家最小的龙凤胎。你们俩怎么跟来了？我和三哥来给阿娘送水，不喝水人干不动活，肚子难受。那不是咱阿娘，二哥说不许喊她阿娘。可是我想要阿娘。苏月有些无奈，但三郎说的也没错，他现在只是他们继母，确实不是亲生阿娘，且刚来刘家2天，孩子们对他有敌意也很正常。水给我，你们俩回家去吧，路远。四娘乖巧的点点头，三郎瞟了苏月一眼，才把水罐递给他。快回去吧。三郎牵起妹妹的手就要走，四娘却挣脱哥哥跑到苏月跟前。阿娘，你不跑行吗？小女娃仰头看着他，纯真的眼里满是对母爱的渴望。大哥和二哥说，后娘看见他们家里这么穷肯定会跑的，但她不想阿娘走，生母生了她和哥哥就没了，从小他们就没有娘，所以特别羡慕其他有娘的孩子。这样炙热单纯的眼神，苏月怎么遭得住？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小脑袋。四娘乖，回家等我。四娘听话，回家等阿娘。目送2个孩子回了村，苏月重新扛起锄头，抱起水罐，继续往前走，沿着河岸往上游，走到一处谷口，一转身进了山。在末世求生多年，寻找食物已经成了苏月的本能。眼前这片山林在他眼里就是个天然粮仓，秋季野兽喂养，标过冬最是肥美。而且在这山里，他既不用担心突然袭人的变异动植物，也不用害怕有丧尸突然冲出来。不过苏月高估了自己现在这副身体，才刚进山走了10分钟，双腿便开始颤颤巍巍，赶紧原地找棵大树靠着，喝点水补充精力。看着树枝上枯黄的树叶，他都想薅下来吃掉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饿得失去理智，得赶紧找到吃的才行。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，他立马抓起锄头跟了上去。然而对方跑得比他快多了，苏月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肥美的野鸡从自己脚边飞走，留下一根彩色的鸡毛。苏月又一次在心里把刘志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要不是因为这丈夫把家里掏空，一颗米也没留下，她至于现在饿得连只野鸡都抓不住。转念一想，她一个大人都这么难挨，家里那4个孩子岂不是更难？想起四娘那期盼的目光，瞬间身体又爆发出力量，丢开那根鸡毛继续往前追。天无绝人之路，野鸡没追到，但让他发现了一大丛芋头，碰到芋头粘液会浑身发痒。这里的村民不懂处理，觉得有毒性，除非是荒年饿到极致，不然谁也不会挖来吃。苏月拿起锄头刨了几下，是口感较好的多子芋品种，他内心一喜，接着挖，一口气挖了20多斤，直接原地捡柴刨坑烧芋头吃。没有打火石，直接钻木取火，很快在巨大的摩擦力下，松毛开始冒烟。苏月看好时机，吹了口气，松毛呼一下就被引燃了，怕引发火灾，又挖了个圆形防火沟，小心盯着。芋头放在火堆旁烤，食物香气很快飘了出来。苏月咽着口水，忍到芋头全部烧熟，迫不及待拿起就吃，沙沙软软的口感泛着微微的甜，一口气吃了5、6个，灼烧的胃这才缓和许多。剩下的4个给孩子们带回去，挖土把火堆浇灭，拿起锄头继续挖芋头。填饱肚子后，力气也恢复7、8成，他隐约感知到自己的异能在缓慢恢复。挖好的芋头堆成一个小山包，目测有50、60斤，在附近找了几根树藤，简单做个临时网兜，把芋头全部装起来，这才下山往家走。回村的路上遇到在田地里干活的村民，这新来的月娘真是可怜，好端端一姑娘竟嫁给了刘老三，饿得吃着毒物，太惨了。苏月顾不上这些同情或鄙夷的神情，她只想赶紧回家，看看那4个继子到底怎么样了。虽说没人管他们也活到了现在，但苏月还是不放心，哪怕在末世她也没见过这样瘦弱的小孩。摸了摸怀里4个上有余温的芋头，加快速度朝刘家赶去。怎料还没走到家门前，远远就传来了怒骂和孩童惊慌的哭嚎。苏月神色一凛，只见一群人围在自家门口，那消失多日的刘志正被几个村汉追得抱头鼠窜。刘大郎和刘二郎冲到刘志身前，想拦着这些凶狠村汉，可当爹的非但不阻止2个孩子，反而一个猛窜躲到儿子身后，为他们摇旗呐喊：大郎二郎，给爹杀！可这无异于以卵击石，瘦弱的2个男孩被一把推开，狠狠跌在地上，痛得浑身抽搐。龙凤胎站在家门口嚎啕大哭：别打我哥哥，别打我哥哥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再不还钱，今天就把你家砸了！刘志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虽穿着潦草，动作狼狈，但那双剑眉星目却透露出潇洒不羁。围观的几名村妇当即慌忙回避，生怕自己心跳加速被人发现。刘志见藏也藏不住，跑也跑不动，眼看一把柴刀要砍下来，都给我住手！苏月怒吼一声，纤弱的手一把钳住刀柄。林二宝大吃一惊，哪里来的村妇居然敢劫他的刀？苏月微使巧力，连人带刀一块甩了出去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找刘老三要债，关你什么事？刘志这才看清身前的人，眼睛顿时一亮，立马躲在苏月身后。娘子救命啊！
刘志傻眼了，要债的林二宝等人也傻眼了，看向倒在地上没人扶的刘大二郎，还有嚎啕大哭的龙凤胎兄妹俩。苏月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，再瞧刘志那不见半点营养不良，反而壮实的身躯，突然觉得这人被讨债人解决了也好。于是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，苏月一脚把刘志踹了出去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债你们找谁要去。追了半天的刘志被他娘子一脚踹了出来。林二宝虽不知这婆娘打了什么主意，但机不可失，立马把惊愕的刘志狠狠摁住，手脚捆起来，免得他跑了。这可是你们的债主。好嘞，娘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是你相公啊！咱们刚在官府门前，有大人亲自做了媒啊！苏月，苏月，闭嘴！嚎什么嚎？傻猪似的！人你们带走吧，别随意处置，也别给我打残喽。我家这情况你也看见了，养不起他，所以麻烦给我直接解决了。臭婆娘耍老子呢！大哥，我认真的，记住，一定要打死。你当真要拿刘老三一命抵债？苏月的应了一声，就没再看他，扶起倒在地上的刘大二郎，检查起孩子的伤势。这里是我家，虽说我们只有孤儿寡母几个，但我苏月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如今刘志已经交给你们，若再在我家门口闹伤着我家人，我拼了命也要拉他一块去见阎王。林二宝意识到这个婆娘不好惹，萌生退意。刘大郎两人只是饿太久，身体虚，倒地后头晕眼花，起不来身，除了手臂上几条擦痕外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苏月松了口气，把哭得满脸鼻涕泡的龙凤胎也拉到自己身前来。虽然眼前这个女人才刚到他们家3天，但此刻4个孩子却发现他们好像有了可以依靠的人。阿娘，四娘害怕。不怕，阿娘在。我们可真要把人带走了。带走吧，我绝不拦着。众人瞬间哑了。林二宝想起刚刚被苏月撩开那一下子，心里还是有点忌惮，也不想落下个欺负女人孩子的名声。行，你们夫妻俩就在这唱双将吧，老子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哭。刘志就这样被扛走，可走几步就回头看苏月是什么表情，却发现苏月根本不为所动。都说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怎么这对夫妻一点情分都不剩？4个刘家娃娃也居然一个也没来阻止。你只是想吓唬一下我爹，不是真想让林二宝他们把他杀了，对吗？不，我是认真的。刘家兄妹4人面面相觑，而后就见兄弟3个大喊着爹，风一样追了过去。可惜身体太虚弱，没跑2步就累得两腿发软，头晕眼花，没一会儿又都灰溜溜的飘回来。看着苏月忙碌的背影，支支吾吾。随后来的还有刚从地里急匆匆赶回来的刘老汉父子4人，没见到刘志，只看到大郎兄妹4个站在院里战战兢兢。刘老汉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大郎，你爹呢？大郎看看面前的爷爷和叔伯们，又看看屋里的苏月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见兄妹4人不说话，只看着屋里，刘老汉一挥手，也几个朝屋门口走来。刘志家住的茅草屋连土墙胚都没有，这般的屋子有小2间，厨房纯露天，就是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灶，灶上一口锅灶旁一口空缸，连个篱笆院子都没有。刘老汉父子4人没走2步就到了苏月跟前。老三新领回来这个媳妇，刘老汉见过一次。3日前，刘志这个没脸皮的赖在老宅院子里，说要去县城接媳妇，借了10文钱，用这钱租了隔壁王财主家的牛车，赶到县里头把人接了回来。刘志倒是没忘记家里还有他爹这个长辈，混不吝的人把新媳妇领到老宅，结结实实给刘老汉磕了个头。月娘逃难来的，身无分文，穿着一身别人送的旧衣裳，人瘦巴巴的。爹，大哥，二哥，小叔，老三那混账呢？刘家兄弟仨冲他点点头，还算客气。还债去了。手里有1文钱都要拿去买半碟花生的人，拿什么还债？没钱就拿命还。你们想赎他也行，自己拿钱去赎。我反正1文钱也没有。别硬抗，有事来老宅，大家一起商量。刘老汉以为他明白自己的意思，会来找自己借钱赎刘志，这才稍稍放心了点。刘伯兄弟3个对刘志怨念颇深，看苏月应了，便催刘老汉先回家去吃饭。刘老汉看着眼前这娘5个，长叹一声，招呼儿子们离开了。苏月目送他们走远，回头看向兄妹4个，饿不饿？4人诚实的点头，他也饿了，从衣兜里拿出那4颗还温热的芋头？1人1个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苏月又把这破房子看了一遍，2间屋子里只有用木板搭的床，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，别说藏钱，耗子来了都没处躲，所幸还有个灶和一口铁锅，水缸空的，正经饭吃不上，只能继续烤芋头吃。苏月利索的生了火，兄妹4人站在他身后，看着手里香喷喷的芋头，使劲咽口水。在食物面前，早已把混账爹被讨债人扛走的事抛到脑后。3郎和4娘把芋头放到鼻尖下嗅，舔着唇望向2个哥哥。大郎眼看着苏月把黑疙瘩埋进火里，等熟了又扒拉出来撕开皮，将东西放进嘴里，这才冲按耐不住的弟弟妹妹们点点头。3郎刚咬一口，眼睛就亮了起来。好香！
这是芋头，本来就很香的。苏月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正大口咀嚼芋头的兄妹四个齐齐一僵。二郎脸色微变，他听村里人说芋头有毒，吃了会得怪病，浑身奇痒无比，人会因为抓挠而皮肤溃烂致死。苏月刚刚看他们谨慎观察自己的举动，这才明白小家伙们的疑惑。他轻笑一声，把手上芋头全部送进嘴里。生芋头的粘液沾到皮肤会发痒，用水冲洗就好了。熟芋头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放心吃吧。说罢，又将生芋头埋到灰里继续烤，将先前已经烤好的扒出来堆在火边。桶在哪儿？我去打点水回来，咱们把家里卫生搞一搞。现在这脏屋子，苏月是一夜也凑合不了。大郎两口吃完手里的芋头，走到屋里拿出一只沉沉的木桶，又对二郎嘱咐看好家，就和苏月一同出发去打水。苏月提着木桶跟在季长子身后，两人沉默地往村里走。村中有井，井水清冽甘甜，村民们都在这取水。正是村民们吃午饭的时辰，井边没什么人。大郎熟练地把绳子绑在桶把手处，扔下井摇晃了几下，水桶倒翻进水里，很快就打了满满一桶水。男孩看起来有些吃力，井边也没有摇臂借力之类的，就是光秃秃的一口井。苏月上前接住绳子，微使点力气就把水桶提了上来。大郎惊讶地看着他将沉甸甸一桶水提起来，麻木的神情中透出一丝光亮，装满2只早上喝光的陶罐，洗干净另一只木桶扔下井里，学着大郎刚刚的动作取了满满一桶水。苏月一手提桶一手抱着陶罐，余下一只大郎抱在怀里，许是头一次能带这么多水回家。一向老成的男孩脸上露出了天真的浅笑，还没走到家门口，慢一点。四娘摔了一跤，又自己爬起来，脏小手一抹脸，嘿嘿傻笑也不知疼，懂事的要帮忙一起提水桶。苏月见他没受伤，暗松一口气，没让他提，招呼他不要跑，跟着自己慢慢走。可小家伙一路嘴都不停，每走2步就关心他累不累。苏月只得耐心回答每一个问题。二郎三郎已经把空水缸里擦干净，兄弟3个力气小，一般只拿水桶打水，这水缸已经很久没使用过。苏月将水都倒进水缸，才装了1/3，还得打2趟才能装满。屋里太脏了，二郎三郎，你们俩拿扫帚扫地，我和大郎继续去打水。对了，再烧一锅热水，回头全部洗洗。那地里怎么办？别人家的麦子都快要种完了，我们家还没开始种呢。在大郎眼里，什么事都没有种地要紧。这2天天气正好，要是错过了时节，麦子就长不好了。苏月当然知道种地要紧，可现在家里连麦种都没有，拿什么种？种地不急，先把咱们今晚睡觉的屋子弄干净。说完，把灶台上那口铁锅盛满水，便提上空水桶和大郎朝村中走去。四娘看2哥3哥还愣着，自己拿着扫帚吭哧吭哧打扫起屋子来。刘二郎搞不懂这个后娘的想法，干嘛非要弄干净？二哥，要是我们不听话，后娘会不会揍人？兄弟俩对视一眼，想起刚刚苏月单手接刀的凶悍模样，齐齐打了个哆嗦，立马烧水扫地擦桌子。等苏月打满水缸时，屋子的地面已经被兄妹3人扫干净，主屋里的一张瘸腿矮桌也擦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高处的蛛网，因为身高限制还没弄。苏月检查了一遍，还算满意。正好锅里的水烧开了，翻出床底沉甸甸的一只旧木盆，兑好热水，把4个孩子洗得干干净净。水缸里还有点水，苏月也盛了点热水进屋擦了擦身子。擦完身子，趁着日头，他拿起柴刀到山上砍了几根树杈，做了个简单的晾衣架，把家里结板的被褥拿出来悄悄晒晒，去除霉味和潮气。一整个下午，苏月就没停下来过，一直在屋前屋后的忙活着。晾完被褥，把床上铺的稻草卸下来拿到门口晒，弄完这些又去屋里扫蛛网铲墙皮，那泥哗啦啦往下落，墙肉眼可见的薄了一层。这房子质量，别说大雪，一阵大点的雨都能把它冲垮。你们从前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？这是人过的吗？好好的日子居然能过成这样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刘家兄妹闻言涨红了脸，羞耻的低下头。因为刘志这个爹不管事，他们几个小孩也不知道收拾自己，村里孩子都不跟他们玩，嫌他们又脏又臭，哪怕他们什么也没干，只是走得离大家近一点也会挨骂。他有点迷茫，自己没凶他们吧？怎么了？知道哪里有干稻草吗？要稻草干什么？苏月指了指他们光秃秃的脚，还有自己脚上随时能散架的烂草鞋。大郎懂了，二郎三郎四娘眼睛刷得亮起，后娘要给他们做草鞋吗？苏月跟着大郎和二郎鬼鬼祟祟来到刘老汉刚收获多久的稻田里。直接拿走没问题吗？大郎不说话，但能从他熟练的手速上看出，平常他经常做这样的事。爹说了，爷爷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我们兄弟的，拿自家的东西天经地义。苏月瞠目，这个刘志叫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但看自己怀里抱着的一大把稻草，他选择闭嘴。娘3个个抱着一大把稻草，没一会的功夫就消失在田野上。刘志家偏僻，到了家附近，3人这才放慢脚步。二郎喘匀了气，快走2步跟上苏月。你要给我们做鞋吗？你还会编草鞋？这活儿是村里老人才会的。苏月突然停下脚步，跟在他身后的兄弟俩急忙刹车。怎么了？他单手夹住稻草，空出一只手，一人脑袋上轻轻拍了一巴掌。什么你的这么不礼貌，要叫阿姨。2人齐齐一呆，松了口气。阿姨，这还差不多。帮我把外面那层脆的撕掉，只留中间最结实的。
哦，兄弟俩哦了一声，把稻草放在屋檐下。都是挺听话的孩子，苏月心里暗暗满意。其实让他们叫娘，别说他们不乐意，他自己也别扭。阿姨这个称呼就挺好。留在家里，三郎和四娘听见动静走出来，苏月叫住兄妹俩，让他们以后直接喊自己阿姨。三郎有点懵，不是要叫娘吗？呆子，叫阿姨就挺好啊。我们还有自己的娘呢，谁要叫一个不熟的女人做娘？三郎、四娘叫阿姨。阿姨，哎，去帮我看看晒的稻草，别让风把它们卷跑哦。领到任务的三郎腼腆一笑，点点头，心情雀跃地拿起一根小柴火做棍子，守在稻草堆旁认真地看着。我要阿娘，我要阿娘，我要阿娘。妹妹年纪太小，讲不了道理。唉。苏月轻叹一声，挥挥手示意面前为难的小少年去撕稻草，自己把大腿上这个小挂件轻轻开哄他。叫阿娘也行，叫阿姨也行，想叫什么叫什么，乖乖的好不好？四娘真是个乖宝宝，给他一小把稻草当玩具，乖乖坐，别乱跑。安置好小的，苏月领着2个大的开始编草鞋。他用柴刀削了几根树枝当成支架，把稻草全部编成细骨的草绳，才能放在架子上编成草鞋。大郎和二郎力气小，搓出来的绳子很散，能帮的只有稻草预处理，剩下的活都是苏月自己干。一整个下午，苏月都在搓绳，手掌心搓得快要冒火星，才把今天抱来的稻草全部搓完。太阳西斜，绳子卷起来先放屋里，把晒得蓬松的被褥和稻草搬回屋，重新铺了2张床。主屋撤掉一半床板，只铺1张单人床，空间立马变大了。用来做饭桌的矮桌放在屋子中间，这边就成了一个多功能活动空间。4个孩子单独一间睡在小屋，将主屋撤下的床板带过来，把床加宽，这样4个孩子睡一起就不会挤。刚铺好的床透出一股稻草和阳光的味道。四娘爬到床上打了个滚。阿娘，好软和呀！晚饭苏月做了水煮芋头，山里芋头还有很多，全部挖回来应该能吃1个月。短期内她不用担心自己饿死，只是现在的气温没法储存，要吃的时候再去挖。夜里，苏月开始对着火把编草鞋，龙凤胎兄妹哈欠连连，叫他们去睡，2人却不肯，眼巴巴看着他手里的草鞋，等着穿新鞋子。苏月既心疼又无奈，这里的村民完全没有夜生活，为了省点照明费，天黑就睡觉。刘志家又住得偏僻，夜里山上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。在这种气氛渲染下，大郎二郎终于想起被人扛走的爹，几番挣扎，终于忍不住开口。然而此时苏月刚好完成第1双草鞋，长幼有序，这双先给大郎。说完，拿起草绳继续编第2双。他这一天也很累，再给自己编1双就准备休息了。大郎到嘴的询问硬是憋了回去。不过看到这双编织紧密的草鞋，少年惊喜地拿在手中，在弟弟妹妹们羡慕的目光下，放在脚边比划，尺寸刚刚好。二郎3个虽然也很羡慕，但知道自己都有份，便耐心等着。可惜今晚苏月只做2双，3兄妹只能遗憾回屋睡觉，期待明天的到来。第2天，苏月换上新的草鞋，吃了2个芋头就扛着锄头出门了，快速挖了2兜芋头回来。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尽快把身体养好一点，山里的野兽等他恢复好身体，弄齐装备后再战。家里孩子们已经把早饭做好了，等他回来才开饭。这一点倒是出乎苏月预料，可能是因为食物是他带回来的，默认他有分配权。娘几个其乐融融的吃完8斤芋头，期间四娘还不时撒娇要他喂喂。吃完早饭，在3个娃期待的神情下，苏月又拿起草绳编起草鞋，花了1天做完3双小草鞋，还多做出来1双成人尺码的。几个孩子仔细洗干净脚丫，换上新鞋，满院子的走来走去，一脸满足。看向苏月这个后娘的眼神中，不自觉多了几分亲近。二郎看着那双多出来的草鞋，阿姨，我能拿这双鞋去村里卖吗？这能卖吗？二郎也不敢肯定，但他想试试，就算卖不出钱，能给家里换一把菜也是好的。苏月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样的生意头脑，于是点头答应了。兄妹4人小心翼翼抱着那双草鞋，朝村里最热闹的井边走去。家里水缸又空了，苏月提上水桶锁好门，跟在兄妹4人后头，顺便去打1桶水。他对能卖掉草鞋并不抱期望，但也不干预暗中观察，却没想到二郎一阵叫卖之后，居然真有人围上去看草鞋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换来了1把青菜和1根丝瓜。兄妹4人惊喜不已，急忙拿着换来的蔬菜跑到苏月面前邀功。苏月笑着冲4人举起大拇指，看着那位换走草鞋的妇人背影，心里有了一个想法，或许他可以多做几双草鞋跟村民们换生活物资。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，刘志家里穷的凑不出5对完整的碗筷，打水的桶也才1只，水缸小的要命，他一天要打4、5趟水才够用，非常浪费时间。先定下一个小目标，换1只木桶和1根扁担回来。苏月背着手一本正经地发表讲话。大郎二郎干劲十足。咱们先去你爷地里借点稻草，等赚了钱再还他本钱，你们觉得呢？兄弟俩对视一眼，没有一点犹豫，扭头就朝刘老汉家的田跑去。一家5口分工严明，大郎、二郎负责搬运原材料，3郎和4娘负责预处理，苏月负责搓草绳。不到1个白天的时间，屋门前就堆起一大卷草绳，起码能做出10双草鞋。阿姨，田里所有稻草都已经搬完了。苏月看看身旁的大卷草绳，又看看堆在屋里的一堆稻草，点了点头，解除了他们的搬运任务，转入搓绳指导小组，争取明天一早能把第1批草鞋拿出来。而与此同时的刘家老宅里，刘老汉端了碗苦茶水，坐在大门槛上，朝村东头那边张望。不一会儿，2个人影从那边跑了过来。爷，咱家田里的稻草都叫人偷光了。偷了？哪个缺德的偷的？全被老3家的大郎和二郎偷走了。
有人亲眼看到他们来回搬了好几趟。哦，那没事了。爷，您答应了今年给我铺张新床的，气死我了！我这就去把咱家的稻草拿回来。叔侄俩挽起衣袖就要往村里头走。你们俩给老子站住！你们俩给老子站住！直到刘老汉动了气再喊一次，两人这才满脸委屈不爽地转过身来。你娘晚饭都做好了，先吃饭。您是不是故意留在地里给他们偷的？起先他还只是怀疑，原本家里的稻子割完了就会拿回来晒，就怕被村里那些多手多脚的偷了。可爹偏偏要留1亩地，说先忙着地里的麦子，等回头再去收。再一看老爷子都不反驳，刘肥心里一股火窜起来，又委屈又气。金宝那家里的稻草铺床还不够使，金之宝那床底下的稻草都叫老鼠啃光了，眼看着这天就要寒了，那床咋睡人？您不心疼就算了，金宝可是咱家里长孙，您这做爷爷的也不心疼他？臭小子，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？老子的地，老子想咋样就咋样，用得着你小子咧咧？爹，您这心怎么偏成这样？他刘老三到底哪里好了？他哪里好？他哪里都不好，老子恨不得没生过这个孽子。还有你再顶老子一句嘴，老子收拾这忤逆长辈的不孝子！说罢，扬起茶碗就要收拾刘肥，得亏家里人过来把两人分开，刘肥这才逃过一劫。继妻张氏赶紧给小儿子使眼色，让他进屋，一边又给刘老汉顺背。田里稻草那时他早就猜到了，这天眼看着就要冷了，老三家只有一个刚来啥也不懂的心腹，不给他们留点稻草，冬天来了可咋熬过去？但张氏心里也很生气，老三出事2天了，来都不来一趟。他莫不是真想着老三死外头，再也别回来了？刘老汉心里一惊，这不会吧？两口子对视一眼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饭桌上，张氏心事重重地放下碗，对大孙子差遣道：“金宝，去你三婶家看看他们在干什么，回来告诉我。”刘金宝鬼鬼祟祟来的时候，苏月正在灶房里准备晚饭，生火架锅，烧个丝瓜青菜汤。他已经10年没下过厨，末世里大家都吃干粮，偶尔泡个面才会烧一锅水，所以苏月的厨艺4舍5入等于没有。但看着那一锅白水汤，兄妹4人直吞口水，尽管没有盐味，也吃得贼香。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汤就着煮好的芋头，三郎的小脸满足极了。大哥，要是每天都能喝菜汤吃芋头那就好了。快吃，别多想。没出息，一碗菜汤你就满足了？我可不，我以后是要吃大白米饭配肥肉的。就这。不过以刘家村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来看，大白米饭和肥肉已经是顶配。像刘老汉家这种，哪怕逢年过节，也不一定能吃上白米饭和2片肥肉。吃饱了饭，苏月招呼2个大的继续帮自己搓草绳。兄弟2岁力气小，但练一练搓出来的绳子也能用。苏月就着火光开始编织草鞋，这次编的是能裹住脚干活用的草鞋，要精细很多。但考虑到刘家村的市场行情，苏月宁可多费点功夫。万一刘家村卖不出去，拿去别的村里卖，总有人会要。眼前吃饱饭更重要，山里那些芋头不足以支撑他们过完这个冬天。刘志家就在河岸不远，潺潺流水声清晰入耳。苏月内心不由自主跟着平静下来，抬眼往河边望去，就发现刘金宝躲在屋后矮木里，悄悄观察着这步。苏月也装不知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，却不料小家伙只是蹲在那看他们吃完晚饭就跑了。苏月只觉莫名其妙，低头继续编草鞋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刘老汉发现田里的稻草被搬空，派个小子过来一探究竟。但这稻草都已经编成了草鞋，来了也无济于事。第2天天蒙蒙亮，苏月就带着大郎、二郎上山砍柴。这里的山对兄弟俩来说危险重重，他们不敢进山打柴，都是在山脚下捡些别人不要的落枝。去山脚的路上，苏月好奇地问：那往年冬天你们怎么过的？村里有个卖炭翁，他会烧炭，有时候窑里会剩下些炭渣，我和哥哥就去捡回来。捡？怕不是偷吧？兄弟俩顿时哑了声。苏月看着2人神情认真的叮嘱：以后不许再偷人东西，咱们自己多囤柴火，没必要再做这些事情。大郎、二郎神情一正，随即恼羞成怒，觉得他是何不食肉糜，加快速度往前走。苏月心里暗笑，看来这2天填饱了肚子，力气也见长，那就多给他背点柴回去。来到半坡上，苏月选了一处树木茂密的地方，把绳子一扔，让兄弟在平坦的小空地上等着，拿起柴刀就钻进了树丛。苏月先砍了2个树杈，给大郎做了一个3角柴架，才往更深处去砍柴。他速度极快，很快就攒了一堆。大郎和二郎惊喜对视。好多柴，但很快就发现这也太多了吧。大郎以为是后娘准备分批扛回家，却不料苏月直接扎成2捆挑起就走，甚至觉得重量还差点，又从大郎的柴架上选几根塞进去，这才示意收拾东西回家。母子3人从山上下来，要从村里的田穿过才能到家。村民们先是发现了大郎肩膀上横着的柴，走近了才发现有一个叉子插着柴，大郎就扶着延伸出来的2个腿，扛在肩上走得轻松，但那柴火可比扎起来扛的还多。他们怎么从前就没想到做个柴架呢？看起来也不难，就2根树杈中间横一块木板而已，肩上却省力了。而后视线不自觉被2大捆自己移动的柴火吸引，那一捆柴加起来起码有250斤。哎呀，那不是刘老三家新来的小娘子吗？
他怎生得这般大力气？村民们呆呆目送母子三人从眼前走过，直到不见身影，吃惊的下巴才缓缓合上。随后刘老三娶了个大力妇的消息就在村子里传开了。傍晚，苏月领着兄妹4人拿做好的草鞋到村井附近摆摊，冲4个排排站的微信号抬了抬下巴。三郎和四娘把破草席往树下一铺，大郎二郎把怀里串着的10双草鞋解下摆开。苏月再整理一下，往地上放一个木牌，草鞋3文钱1双。虽然害怕大力母夜叉，但村民们还是忍不住好奇围了上来。不过自就认出一个3合1，只有少数几人才能认全。苏月拍拍二郎的肩膀，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他发现二郎这个小子脸皮最厚，也最豁得出去。二郎得令随即开口叫卖：卖草鞋喽，文1双，1双3文。关村民们吓一跳，随后才发现原来是卖草鞋。只要3文钱，精工编织的草鞋您就能带回家。3文钱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只要3文，只要3文就能拿走舒适耐穿的精编草鞋。没钱用东西换也行哦。3文1双的价格是苏月研究了村民们的消费水平，以及从昨天兑换到的蔬菜价值推算出来的。果然，大家伙对这个价格很心动，对以物换物更心动。虽然刚刚还在说苏月母夜叉，但那毕竟是玩笑八卦，价格实惠这些都不怕了。草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。一对妇人在摊子前蹲了下来，四娘立马拿起鞋子往前递给他们看。周婶婶，我阿娘做的鞋可好了，你们买1双吧。苏月有点意外，她以为四娘胆子小又粘人，没想到还会主动推销，小孩都这么卖力。苏月一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干站着，她拉出一个微笑，主动讲解自己的鞋子编得有多结实。被四娘叫周婶婶的妇人翻来覆去的看，这鞋做的确实结实，尺码也和她家男人的脚。最近家里爷们儿下地勤，脚上的草鞋已经烂了，正想换新的呢。秦娘子，我拿2双，你能不能再便宜些？行，开张第1单5文钱，给您拿2双。占到了便宜，周嫂子开心了，把选好的草鞋拿出来放到一边，示意苏月等她，就跑回家拿铜板了。5文钱数了3遍才递给苏月，欢喜的拿走了2双草鞋，生意做出去1单还是2双。刘家兄妹4个都笑了起来，二郎喊得更卖力，四娘专找那些婶婶，因为她发现婶婶们兜里才有钱。三郎看妹妹都这么勇敢，鼓起勇气跟了过去。要买鞋吗？你买1双吧。兄妹俩合作又卖出1双，惊喜的看着苏月一脸求表扬。草鞋越卖越顺利，有人拿了家里不用的碗来换，5个有点豁口的粗瓷碗换走了1双鞋，又有阿妈拿了3个鸡蛋换走1双。不知不觉天就黑了，各家归去吃饭，最后只剩下苏月母子5人，激动的在树下清点今天的收获。一个傍晚草鞋卖出去6双，换得铜板11个，粗瓷碗5个，还有3个鸡蛋，1个鸡蛋能卖1文钱，多攒些，等到赶集的时候拿到镇子上去卖掉，也是好几文钱呢。苏月数出6个铜板，准备去买点油盐，叫兄妹4人在原地等候，自己则快步朝卖货郎家里走去。刘货郎家很好找，因为卖货家门口特意留一个档口，一眼过去就能看见。来到近前，见他家用石头垒得整齐的高高院墙，苏月深深羡慕了。不过他坚信很快自己家也会有的。谁呀？买东西的，想买些油盐。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刘货郎的媳妇狐疑的看着门口这个身材纤瘦、模样清丽的女子。你是？我是村子最里头刘志家的，我叫苏月，刚到村子。嫂子，你可能没见过我。姨娘。谁啊？刘货郎也走了过来，他见过苏月一面，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是刘三哥家的。苏月点头，云娘越打量苏月就越是同情她，看着是个能干的，还会编草鞋，却嫁给了刘志那个祸害，真是命苦。看苏月瘦巴巴的，云娘推了推丈夫，镇上草鞋5、6文钱1双，你帮小嫂嫂拿去卖了，直接把钱给小嫂嫂拿回来，又不占多少事儿。言下之意，中间费就别要了。别，买卖是买卖，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你们也要赚钱。我在村井那儿卖3文钱1双，要是你们收了去，我5块2双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刘货郎悄悄掰开娘子掐在自己胳膊上的手。那成，我先拿去卖，卖掉了再把钱给小嫂子，如何？苏月爽快地把手上4双草鞋递过去。那就拜托你了，万一好卖，我这还有货，男女小孩的尺码都能做。好说，小嫂子要多少油和盐？苏月囊中羞涩，只能先买2两菜油，2两粗盐，不多不少，正好6文钱。她没带容起来，云娘好心借了她1只竹筒装油，粗盐包在芭蕉叶里一并递给苏月。那明日一早我叫大郎把竹筒给你们还回来。拿着油和盐离开，来到村井，刘家兄妹4个立马围了上来，兴奋地看着他手里竹筒和芭蕉叶，闻到一股菜油味，早就饿扁的肚子咕咕叫。走，回家做饭去。兄妹4人齐齐点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一路小跑回家，特别期待今天的晚饭。一到家，大郎就把原来的陶碗换下来，拿出一个铺上稻草，打算用来装鸡蛋。哪怕看见鸡蛋馋得口水直流，但他们也没想过要吃它。这般金贵的东西攒起来卖钱，能买更多的糙米，多吃几顿。于是大郎兴冲冲拿着垫好稻草的碗来到厨房找苏月，刚要开口，眼睛瞬间睁大，只见苏月动作麻利的把3个鸡蛋磕开，放进已经滚开的热水里，筷子搅一搅，撒上一把盐，滴一滴菜油，最后放一把刚刚路过河边抓来的野葱。瞬间，一股极致的诱人鲜香扑面而来。
800年没沾到荤腥的刘大郎艰难地咽了口水，随即毫不犹豫地倒掉了碗里的稻草。兄妹4人围在灶台边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锅里翻滚的鸡蛋汤，闪烁着悠悠绿光。一锅汤苏月照例分成5碗，保证每人碗里都有3、4片蛋花。芋头做饭的时候提前埋到火里，菜做好芋头也熟了。昨天剩下的半把青菜，苏月用一点点油清炒出来，小小一碗蛋看着绿油油的，很有食欲。这有了油盐的食物就是不一样。苏月说了声开饭，屋里除了吃东西的声音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声响。晚饭吃完，大郎自觉收拾好碗筷，拿去洗刷干净。苏月把草绳搬到门口，就着门口火把的光亮继续编织草鞋。家里的孩子们舔着嘴角的油墨，积极地做些自己能做的事，期待明天还能有这样一顿好饭食。早上，苏月带着大郎、二郎上山砍柴囤积柴火，中午在家编草鞋，下午等村里人们农忙归家，就把草鞋拿到村井那摆摊贩卖。隔2天又独自去一趟南山，挖够3天的芋头回来，剩下时间不是在编草鞋，就是在卖草鞋的路上。第一批买草鞋的人发现苏月做的草鞋好穿又结实，所以又下了几个订单。苏月托留货代卖的4双草鞋一拿到镇上，就有眼尖的庄稼汉一口气买了2双，5文钱1双。刘货郎对半赚，剩下2双他积极推销，也很快卖了出去。没买到的人也预定了几双，于是苏月又得了刘货郎男女各5双的订单，并结算了先前4双草鞋的钱，一共是10文。这2日在村子里的销路还可以，卖出去的现货加上预定的单子，苏月手里现在一共有51个铜板。51文看起来不少，却连一张薄棉被都买不到。苏月叹了口气，刘货郎回来了，你去他家买2斤糙米回来。听闻伙食又能改善，兄妹4人的眼睛齐刷刷看了过来。二郎兴奋地接过钱，拔腿就去，大郎也不放心地跟着去了。3郎和4娘坐在小木墩上，看着哥哥们离开的背影，期待地舔舔嘴角。他们2个年纪小，苏月不让他们干活，想把2个小不点身体养好一点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大郎和2郎也要好好养一养，但没办法，现在这条件完全不允许。他这几天也多亏了这2个小帮手，才不至于2眼一抹黑。买好糙米，买兄弟俩兴冲冲往家里赶。这几天跟着苏月吃饱了肚子，眼看着脸上的气色都好多了。刘伯领着金宝从地里回来时，见到兄弟俩迎面跑过来，还有点不敢认。大郎、二郎2个小子脚步一停，扭头看过来。二郎甚至紧了紧怀里的陶罐，一副警惕模样。看见是大伯，这才松口气。你们俩干什么去？过2日要下雨了，家里的麦种完了没有？2小子一声不吭，看了他一眼，扭头就跑了。刘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有心想管一管这2个可怜侄儿，但看兄弟俩那不吭声的样子，又觉得热脸贴了冷钩子，很没好气。算了，由他们去吧，他们自己亲爹都不管。爹，咱明天不用去地里了吧？不去了，已经种完了。忙了这么一回，可算能歇口气了。刘金宝大喜，终于不用下地了。2人饥肠辘辘回到家，女人们正好把饭菜张罗好。另一块地的刘老汉和刘仲、刘肥随后进门，一大家子拿起碗就开吃。突然院门被敲响，看清来者是谁，众人皆是满脸惊讶。苏月站在门口叫人，兄弟俩被迫挨个全喊了遍。张氏试探问道：“老三家的，你们吃了吗？”吃了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见一阵松气声，不是来蹭饭道就好。大家继续吃，不用管我。我找爹娘说点事，说完就走。二老心头一阵激动，老三家的终于来借钱去赎人了，但表面还是佯装困惑，示意家里人继续吃饭，叫苏月母子3人进堂屋，却不料苏月开口第一句：“我是来跟你们买麦种的。”二老凄凄一呆，老三不救了。苏月当然看出了二老眼中快速变化的情绪，但那又怎样？刘志现在应该已经被收拾得半死不活了，在末世活了这么久，苏月也有他的生存之道。凡是会威胁到自己生命安全的人或事，他都会提前处理掉。以他现在的处境，刘志没了才是最优解，所以苏月当作感受不到二老的情绪。2斤麦种，你们开个价。刚刚大郎和二郎一到家，就跟他说了遇到大伯刘伯的事。苏月想了想，那2亩地还是种一下吧，不种就什么都没有。种了，兴许熬过这个冬天之后，他们还能收获一些粮食。你们还没开始种麦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雨。之前忙家里又是那个状况，我这几日才缓过来一些，想着把那2亩地种下，来年不管怎样也有点收获。爹，我从前没种过地，还请你指点指点。苏月这话不假，原生家里的情况其实还不错，如果不是遇到天灾兵祸，家里兄弟众多，田地也多，根本轮不到他下地。刘老汉没想到他连种地都不会，但也不好说什么，心里藏着3儿子这件事。再看苏月无所谓的态度，心里有些气，给张氏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去拿麦种来。幸好先前多发了些种子，家里的地种完还剩下一些，要不然苏月来要他也给不出。刘家老宅众人日子其实也不好过，衣服补丁打补丁，吃的都是糙米饭。这间老宅也就比苏月那边多几间屋子，再多一个围墙罢了。父子几人从年头忙到年尾，也才将养活得起家里这9口人，何况还有刘志那个混不吝的，省下来的那点银钱基本都用来给他擦钩子。张氏把装麦种的罐子递给苏月，仔细的嘱咐他该怎么种地。苏月记下这些细节，自信的以为不难，明天试一试应该就会。又掏出5个铜板，我没买过麦种，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。张氏眼睛瞪得跟见鬼似的。苏月刚刚说来买麦种，他以为就是客气话，毕竟老三那德行，不反过来跟他们拿钱就不错了。但现在看来，老三和他这媳妇真不像是一家的。苏月看张氏一脸吃惊，也不管够不够钱，塞进他手里，带着麦种招呼上大郎、二郎离开，走出去好几步了。刘伯和刘仲兄弟俩突然追了上来，各自掏出1把铜板，兄弟俩凑成一堆一起递给苏月。我们也没多的，但老三性命要紧，你先拿去赎他回来，剩下的大家再想办法。娘说林二宝有黑矿，招惹了他的人不会直接要了性命，
只会把人扔下矿井干活抵债。老三兴许没事，这次他吃了教训，以后就会学好了。这日子还得你们俩一起才过得好。苏月挑了挑眉，这个刘志烂成这样，居然还有家人帮衬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大郎和二郎都一脸期待地看着女人，盼着她把钱拿着。不用了，这些钱不够赎人，拿去也是白白填了无底洞，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说罢，转身大步朝家走去，眼中眸光越来越冷。大郎、二郎犹豫地看了看两位伯伯，还是埋头去追苏月。刘仲无奈地追了几步，也不知这母子三人怎跑得这样快，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夜色里，只得停下，回头无助地看向刘伯。大哥，这钱他怎么会不要？兄弟俩回家把苏月不肯要钱的事说出来，这就不是个想好好跟老三过日子的。老三这人如果没改好，那就是个无底洞。算了算了，再想别的办法。夜里突然起了大风，苏月从睡梦中惊醒，一睁眼便是璀璨星空，屋顶上的茅草被大风掀飞，直接多了个大窟窿。大风还在呼啸着，房顶上几根单薄房梁被吹得不停颤动，耳边传来墙皮扑簌簌往下掉的声音，整个屋子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。不好，这房子该不会是要塌了吧？阿娘！隔壁屋子传来四娘的惊呼声，苏月急忙收起心里的震惊，赶忙下床穿鞋开门跑出去。大郎、二郎、三郎、四娘，快出来！四个孩子紧紧抱在床上，惊慌地看着头顶茅草被一片片掀飞。四娘害怕地直喊阿娘，大郎强装镇定，把弟弟妹妹抱在怀里。苏月心下一紧，这还不快跑！他冲上前去，一把将三郎和四娘抱起来，冲大郎、二郎喝道：“快出来，房子要塌了！”四个孩子吓一跳，大郎和二郎连滚带爬地滑下床，慌得鞋都没顾上，光脚跟着苏月跑了出来。空地上五人紧紧依偎在一起，担忧地看着房子在大风中茅草纷飞，一副随时都会轰然倒塌的模样。等啊等等啊等，大风停了，那看起来十分脆弱的小房子却依然还顽强地屹立在眼前。可看着散落在地上的茅草，还有那只剩下房梁和少数几片茅草的房子，苏月一时间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悲伤。房子是保住了，但重新盖顶肯定要花一大笔钱，兜里又只剩下的40个铜板，只觉得天要亡塌。四个小家伙还不知道他内心的悲伤，看房子没有倒，十分惊喜。阿姨，房子没事。苏月睨了兴奋的二郎一眼，你管这叫没事？怨气过重，二郎浑身一震，吓得赶紧捂住自己的嘴。天边泛起鱼肚白后，满地狼藉清晰可见。苏月揉着突突跳的太阳穴，示意兄妹四人原地站着不要走动，自己快步朝村里走去，去找刘家求救了。听闻是房顶被掀飞了，刘老汉二话没说，招呼上三个儿子，拿上工具就往刘志家里赶去。苏月跟在后面，看着父子四人那急匆匆的样子，冷硬了许久的心画了一角。村里人会的手艺多种多样，修个房顶对刘老汉父子四人来说不算什么。他们看到那空荡荡的房顶，二话不说忙活起来。刘飞把掉在地上能用的茅草片都捡起来，刘伯和刘仲看这也不够，赶忙又跑去河岸边割草。刘老汉回家扛来梯子上了房顶，接过刘肥丢上来的茅草片重新铺起来。不过一个上午的功夫，房顶就被父子四人重新铺好并加固，四角还压了几块沉甸甸的石头，以免风大再次掀飞。苏月心里感激，把昨天买回家的糙米全部熬成粥。刘父子四人在家吃了午饭才走。刘老汉喝着碗里浓稠的糙米粥，看着蹲在灶台前啃芋头的母子几人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没说什么，放下空碗领着刘伯几人走了。那2亩地快点种下吧，过2日怕是要下雨了。苏月应下送了几步才回来，叫上大郎扛起锄头，拿起那罐麦种朝山那边的2亩地走去。二郎留下在家照看龙凤胎。苏月自觉有昨天从张氏那取来的种地金，种个地而已能有多麻烦，却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刘志家的2亩地已经被原生挖过一遍，苏月只需挖坑把麦种撒下去再埋好就行。然而从半下午干到傍晚，才播了1/10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剩下的大片土地，怀疑自己老眼昏花。更糟糕的是，他感觉自己刚养好点的身体已经快吃不消了。转头去看坐在田埂上晒得脸通红的大郎，母子俩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绝望。想到明天还要来体验这样的极致折磨，苏月简直欲哭无泪。想起刘老汉父子四人早出晚归，全年无休地料理着家里100多亩地，苏月瞬间对他们肃然起敬。太阳已经快要落山，山里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。阿姨，天要黑了。苏月被种地虐的话都不想说，冲大郎挥挥手。母子俩伴着月色回到家中，灶台前，苏月啃着烤好的芋头，在心里想，他得进山一趟，种地是不可能种地的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种地。第二天一早，苏月先去山上挖了够吃4天的芋头，随后拿起镰刀去了村民们日常打柴的地方，砍了满满一担柴火。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中，苏月到家并不歇，几个芋头下肚填饱了肚子，拿上家里全部的钱，脚程极快地朝隔壁下河村走去。村里有个打铁匠，平日里靠打些农具糊口。在这个村子里，还有一家10里8村都有名的猎户，家里男人都是猎手，听说当年还打到过一头花斑虎，在金石镇这一片小有名气。苏月先去了铁匠铺，一番讲价，用30文钱换来一把破旧的短刀，他拿在手上掂量，又挥了几下。铁匠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小娘子这刀耍得可真好。苏月收起刀，冲他浅浅一笑。师傅，你可知道猎户家往哪儿走？铁匠当然知道，往东面半山腰上的孤房一指。苏月道完谢后转身离去。正是午间，猎户家的门虚掩着，苏月在门口喊了2声，有一精神老妇人走了出来，以为他是来买肉的。你可没了，都拿到镇上去了。我来是想跟你们家借打猎的工具，到时候我以1/10的猎物作为佣金返还，不知可否？
老夫人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来借打猎工具的，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等他儿子回来才行。于是苏月在猎户家门口大树下坐了下来，等到太阳西垂，兄弟俩才回来。杨婆婆就把苏月的事情跟两个儿子说了，兄弟俩狐疑的朝苏月这边走来，倒也不说不借，只是怕苏月弄坏他们的东西，重点是不信苏月真能打到猎物。如果没猎到，我也会按照折损程度补偿相应修缮费用。兄弟俩见他一副破落模样，心软了，冲他招招手，让他进屋里来挑。他们家是猎户，以打猎为生，家中各种猎具齐全，且保养的都很好。昨日才有大收获，近期他们不打算再去了。这里的深山有吃人猛兽，毒虫毒蛇更是多不胜数。苏月挑了一把弓，就他了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天完全黑透之前赶回了刘家村老宅。看他背着弓箭，手里还拿着一把短刀，老宅里的人都有点反应不过来。种地我实在是种不了，明日我打算进山一趟，少则3、5日，多则7、8日。家里剩下的麦种，还请2位哥哥帮我种一下。还有家里4个孩子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劳烦2位嫂子帮我照看一把。大嫂，我知道这不够，所以多出来的先欠着，回头我一起补回来。交代完果断走人，留下刘家老宅，一众老少在风中凌乱。张氏打算收回前2日对苏月的看法，他现在觉得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老三家这个新媳妇儿厚脸皮跟刘志是如出一辙。天没亮，苏月就起来了。他烧了满满一壶水，用竹筒装好，又煮了10个芋头，打火石塞进衣兜，随身携带。弓箭背在背上，短刀刀柄重新缠好了碎布条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伴着天边露出的鱼肚白，朝北面重峦叠嶂的山脉走去。他刚一走，侧屋的门就轻轻打开了。大郎和二郎牵着弟弟妹妹。后娘昨晚跟他们说，他要到山里去打猎，叫他们自己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，等他回来就有肉吃了。他们高兴的同时，也怕那女人有什么危险。另一边的苏月已经进入北山外围，进了山的女人如鱼得水，和末世变异丛林相似的环境，让他迅速进入猎手状态。山林里的鸟和小兽时不时就从他身旁跑过。苏月弓箭取下，箭搭上弦，朝天修的便是一箭。只听见一声鸟惨叫，紧接着一道灰影就从树丛之间挣扎着坠落下来。苏月拨开身前与人等身高的野草，快步朝坠落方向赶去。一只翅膀中箭的灰鸟正在落叶里挣扎哀鸣，准头还得练练。苏月有点遗憾地拔出箭枝，捡起那只飞不起来的胖灰鸟，用绳子捆住它的翅膀，别在腰上继续前行。他一路走，一路用遇到的动物和飞鸟找回熟悉的手感。等走到傍晚时，身上已经挂满了各种半死不活的小动物，有野鸡、野鸟、小松鼠，还有一窝兔子。这窝兔子属实意外，它原本是追着树上跑的松鼠，没想到一只秃头突然出现在前方的小土堆上。苏月一看，这送上门来的猎物哪有放走的道理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找到附近几个兔子洞，用石头封死，只留一个出口，烧一把湿漉漉的落叶，浓烟一熏，一窝7只兔子全部跑了出来，活捉。这窝兔子个头都不小，看得出来是一家子，2只大的胖嘟嘟，5只小的也长得非常好，一身灰毛油光水亮的。苏月不爱吃兔子肉，但她很爱兔子皮，做成衣服、手套、围脖，冬天可暖和了。因为带着这一窝兔子，女人只能在附近找个背风的山坳停下，带来的芋头已经吃完，谁也只剩下1/3。山坳石壁上有细流渗出，苏月用树林里随处可见的棍子刨了个小坑，等了一会儿，水流积攒起来，就成了一个小水洼。天已经黑透了，他升起一个火堆，把那只已经挣扎的虚脱的飞鸟杀了烤来吃。今天体力消耗很大，一只鸟远远不够补充。苏月又把野鸡也烤了，烤好的肉附着一层油脂，咬一口鲜香四溢。许久没开荤的他吃的狼吞虎咽，没一会儿就把一只鸟和一只野鸡吃得干干净净。吃饱往火堆里加了几根柴，苏月就休息了。他要保存体力，山里昼夜温差大，女人只能往身上盖满枯叶，这样既能保温也可以隐藏自己，免得被外出觅食的大型猛兽发现。半夜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火堆被浇灭，一阵冷风打过来，苏月冻得一激灵，瞬间清醒。下雨天野兽不爱出来，女人冒雨离开，继续寻找地方。终于在天光亮起时，找到一处掩藏在杂草丛中的天然山洞，身上都已经湿透。苏月又累又困，但不敢休息，找了一些不怎么湿的断枝，在山洞升起火堆，有了火，体内急剧消失的温度终于慢慢回暖。苏月这才有功夫观察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，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山洞，洞里的空间也不大，但高度不错，而且这里没有动物粪便，说明这不是某种动物的家，简直是一处绝佳的据点。女人当下决定，接下来几天就住这了。一个上午，苏月把7只兔子全部收拾干净，包好的皮子完整度极高，用草木灰简单处理了一下，肉全部一起烤了。之后想吃直接加热一下即可。等到中午雨完全停下，苏月把山洞遮掩好，拿上武器去寻找水源地。一路上，苏月发现不少野兽行走过的踪迹，其中以狼类和猴类最多。这附近至少有一个猴群和一个狼群。苏月全程避着走，朝着水源地进发的路上，他射出去2箭，打了一只黄鼠雕和一头狍子。经过昨天的练习，他现在射箭准头很准，特意留了他们一口气，都没射到要害。森林里最不缺扁担，苏月砍了一根粗树枝，把这2只猎物绑在树枝上，挑着来到水源地。这是一个在山顶中央洼地自然形成的小池塘，水很浅很清，里面居然还有鱼。更奇葩的是，这里的鱼躲都不会躲，他一抓一个准。没一会儿，苏月就抓到了6条2、3斤重的鱼，用草绳全部串起来挂在扁担另外一头，又装满一竹桶水。黄昏时分是山里野兽们最活跃的时候，苏月
月提前离开水源地，挑着今天的猎物躲在附近观察情况。在距离水源地还有2公里的地方，发现了一堆新鲜粪便。苏月一眼便认出来，这是成年黑熊留下的。女人内心狂喜，不打算错过这份大礼。天快黑了，苏月带着今天的收获回到山洞，一边烤着鱼当加餐，一边思考怎么引黑熊出现。可天公不作美，晚上又下起雨来，而且这一下就断断续续连着下了2天。苏月躺在山洞里，看着挣扎的包子和黄鼠标，还有随手捕到的几只野鸡松鼠，不甘心就这么下山，他决定继续等待时机。距离苏月进山已经过去了4天，幸好刘伯在第1天带着2个兄弟，已经把苏月留下的麦种种完了。刘家村最里头的茅草屋里，刘大郎和刘二郎在屋里生了一堆火，但屋子总有风漏进来，烤着火还是冷。到最后，衣着单薄的兄妹4个直接转移到床上，这才稍微暖和些。已经好几日没见到苏月，四娘数着手指头，一日日的算，每天都要问大哥，阿娘什么时候回来？她是不是不会回来了？别胡说，等雨停她就回来了。三郎安静了片刻，又忍不住皱起小脸，担忧道：“二哥，你说她会不会已经被野兽吃掉了？”话音刚落，四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四娘不要阿娘被野兽吃掉！她这一哭，屋里另外3人都沉默了。沉默了3秒之后，三郎没憋住，也跟着哭。阿姨不要我们了，她肯定是跑了。大哥，她真的跑了吗？大郎看着哭得惨兮兮的龙凤台，又看看满脸惶惶不安的二郎，心中多日的怀疑仿佛被证实，一股被欺骗被抛弃的酸涩和愤怒涌上心头，正要咬牙呵斥弟弟妹妹说别想他了，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。大郎、二郎，开门！我是大伯娘，你们吃了没？我蒸了几个糙米窝头，快出来拿！你们俩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来晚了，饿了呀？老三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。接下来几日，你们要吃饭就到老宅来。他给我留了铜板买粮食，叫我照下你们4个的吃食。大郎震惊地抬起头来，他给你留了钱？不是丢下他们偷偷跑吗？何大嫂点点头，看两小的大口啃着窝头忘了哭，没好气的小声嘀咕：“你们这个后娘跟你们爹真是一个德行，脸皮比那城墙下的夯土还厚。就留了几个铜变，要应付你们这4张嘴，我还不知道要贴多少。这都去了4日了，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回来。深山哪里是那么好进的？她一个弱女子，要是被……”话说到这，才发现4个孩子睁大眼睛盯着自己，一副他要是敢说他们后娘半点不好，就要咬他一口的野样子。何大嫂急忙收了声，她气了一下，把篮子里剩下2个窝头塞给大郎和二郎，再次叮嘱：“早晚自己来老宅吃饭，我可没空天天给你们送，家里活多着呢。”又小声嘀咕一句，还挺护着他，这才挎着空篮子快步离开。等何大嫂一走，刚刚还满脸忧愁的兄妹4人立马换上了笑脸，啃着手里还热乎的糙米窝头。原来后娘没丢下他们，她还叫大伯娘管着他们呢。大哥，他肯定会打到猎物回来的。二郎看着放晴的天空，湛蓝湛蓝的，看得人心中升起无限憧憬。他笃定地说：“他力气那么大，肯定行。”大郎抬眼看向北面的起伏山峦，嘴角翘了起来。快吃，吃完了烧水，把脸都擦擦，脏死了。四娘最先吃完就乖乖坐在门槛上，等着哥哥们把水烧好。第一个洗脸。阿娘最喜欢干净的乖宝，四娘听阿娘话，做个干净的乖宝宝。收拾干净了自己，大郎和二郎默默拿起扫帚，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。骑在树上的苏月没控制住，狠狠打了个喷嚏，颤得他手里的刀一抖，险些被站起来的黑熊一巴掌薅下来。幸好他在末世训练出来的战斗本能还在熊掌挥过来的一瞬间，身体立即下意识做出了躲避的动作。不过也就是这一躲，本来一直被他控在树下的黑熊，猛地一跳窜到了树上，一人一熊站在一根树杈上，隔着不到2米的距离，面面相觑。苏月没有半分犹豫，取剑拉弓，迅速射出一箭，毫无意外地射到了黑熊身上。不过威力不大，只是扎伤了他的皮毛，反倒是惹得他更加暴怒，吼叫着一下子就朝苏月身上扑了过来。在黑熊飞扑过来的时候，苏月已经换上磨得锋利的短刀，侧身屈膝举刀，用了9成力道，对准黑熊身上唯一泛白的腹部，狠狠一刀，吼吼吼，震得半座山脉都在颤抖的惨烈嘶吼响起。上一刻还杀气腾腾的黑熊，转眼间的功夫就倒在了地上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。苏月一手拿着带血的刀，以全身的重量刺向倒在地上痛苦翻滚的黑熊。一声短促的哀嚎过后，黑熊不甘的咽了气，跪在黑熊身上的苏月将刀拔出，习以为常的抬手擦拭脸上滚烫的熊血，垂眸看着身下惨死的黑熊，嘴角疯狂上扬。有了它，这个冬天应该会很好过。苏月把黑熊拖回山洞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这头黑熊大概有700斤的样子，苏月不好扛，于是用树枝做了个简易担架拖回来。第2天天刚亮，女人把黑熊和其他猎物全部绑在拖架上，动身下山。她没走来时的方向，而是绕过这片山脉，直接朝开阳县县城方向走去。圣国没有宵禁，但会在有时末关闭城门，禁止出入。苏月拖着沉甸甸的猎物，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开阳县城。入城需缴纳入城费，1人1文钱。苏月在城门口卖了一只4斤多一点的野山鸡，
换了80文，交了钱才得以入城。城门口的守卫看到他托架上的黑熊，表情从难以置信到目瞪口呆。不到1炷香的功夫，有人猎到熊瞎子并入城准备出售的消息，就传到城中2家酒楼掌柜耳中。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掌柜的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熊瞎子，那脑袋比我2个头还大。您快些去吧，晚了只怕就被对门买走了。苏月此时正在城门附近的馄饨摊吃东西，他一口气点了5碗猪肉馅的馄饨，1碗8文钱，40个铜板往摊主案板上一放，坦然在唯一的一张方桌前坐下，端起碗一口接着一口，大快朵颐。摊主煮馄饨的速度都抵不上他吃的速度，连吃3碗，第4碗还在锅里。摊主抹了把头上的汗，抱歉道：“客官稍等，再煮了。”再煮了。饭掌柜到的时候，苏月刚好吃完第5碗馄饨，肚子8分饱，一脸满足。穿越到现在，这是他第1顿正经饭。姑娘，这头黑熊可是你猎的？范掌柜惊讶问。听见有人问熊，苏月拿刀站了起来。是我的，你要吗？整头带走，我可以给你便宜点。范掌柜看了苏月一遍，又看黑熊一遍，忍不住问了一声：这些都是姑娘一个人扛下山来的？这些活物都还新鲜着。这头黑熊是我昨天傍晚杀的，这天也不热，都好着呢。那这黑熊姑娘打算卖多少？你出多少？他刚进城就被馄饨吸引了，还没来得及去打听这些猎物的售价。范掌柜想了想，试探着比了一个数，80两。苏月立马在脑子里换算，按照刘家村的最高生活标准，一家5口1年大概花费20两，这80两就相当于4年的好吃好喝。也差不多了。熊肉其实不是特别值钱，比猪肉贵点，1斤能卖5、60文。他这头黑熊有700斤，取个折中的数，光肉应该能卖个40两的样子，主要是那身熊皮和熊胆。熊掌40两也不错了。行，80两成交。苏月甚至还好心的送了一只山鸡做天头，要我给您送去吗？看掌柜和小二2人对着黑熊尸体束手无策，苏月把刀和弓箭往托架上一放，直接把整个托架抬了起来，冲范掌柜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带路。眼看着沉甸甸的黑熊山从身前飘过，范掌柜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。范掌柜有点语无伦次。苏月在前喊：“走啊！”他还等着结账呢。砰的一声闷响，苏月将黑熊从托架上拉下来，放到酒楼后厨提前垫好的芭蕉叶上。不少酒楼客人也好奇地围拢过来，站在厨房门口想看一眼熊瞎子。这些大家伙，有些人一辈子也就见过这么一次。苏月搬动熊的时候手上沾了血，范掌柜忙让小二给他舀一盆热水洗洗。等苏月这边弄完，大师傅已经带着2个学徒，商量着要去找城东的屠户过来帮忙宰杀。杀猪都是个技术活，更别说杀熊了。苏月原本已经要去大堂结账，听见厨房里传来的话，主动探出身子朝里问：“我会杀熊。”剥皮抽筋我都在行，我也不要工钱，管我一顿宵夜，再给我个地方睡一宿就行。大师傅有点心动，马上催徒弟去问问范掌柜行不行。徒弟跑着去的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正在大堂打熊菜招牌的范掌柜也跟了过来。姑娘，你看这样吧，你这些猎物我家酒楼都收了，等我忙完这会儿一块结给你。再有就是这杀熊该是多少是多少，你先杀着。酒楼正好有不少空客房，我给你留一间。今晚就在这儿住。范掌柜现在已经确定苏月是个不一般的奇人了。苏月大方道谢，问学徒要了一张围裙，进厨房挑选工具。大师傅有一排的刀，各种形制都有。苏月找了一把小巧锋利的，开始干活。他动作十分利索，一张熊皮2炷香的功夫，苏月就完整的取了下来。2位学徒满眼崇拜的看着他，要不是自家师傅还在，都想跪下重新拜师了。熊皮拿出去，先晾在后院的杆子上，随后掌柜自会找人前来处理。苏月换了一把尖刀，分拆骨头和熊掌、熊胆等比较珍惜的部位。前厅里，范掌柜一番宣传，已经有人过来想要吃口热乎的熊掌。苏月一边剁肉，大师傅一边开火掌勺，整个酒楼灯火通明，忙得热火朝天，直到深夜，酒店打烊才结束。大师傅给众人煮了一锅大杂烩，一人1碗面1个大馒头，就着汤菜吃，别提有多香了。吃完饭后，苏月分到一间普通单人客房，厨房里还有些热水。得知他想洗澡，2个学徒帮忙提了热水来。苏月站在桶边照了照，被水里那个蓬头垢面的女鬼吓一跳。在山里好几天没有梳洗，身上又脏又臭，赶紧拴好门，洗澡洗头，身上就一身脏衣服没法换，又不能不穿，无奈只能掸一掸，继续穿身上。天色已经很晚，把水倒了，回到房间沾枕即睡。这一觉是苏月穿越以来睡得最舒服的一觉。天光亮起，苏月自然醒来，简单洗漱一下，拿上弓箭和短刀来到大堂。范掌柜见他出来，忙把钱结给他。他手上的所有猎物一共卖了85两又310文。范掌柜给了他4个20两的银币，又缴了5两碎银块，并310个铜板，一块装在一个布袋子里递给他。钱袋子拿到手里，沉甸甸的，很大一包。苏月现在有点懂腰缠万贯这个词是什么感觉了。离开酒楼后，苏月把整个开阳县逛了一圈，把缺的东西都买齐了。400斤细米，100斤精面，还有50斤黄豆、
50斤小米，共600斤的粮食，足够他和4个孩子吃4个月，可以很好的窝完这个冬天。买完粮食，苏月又去布庄买了3床10斤重的棉被、3张薄被以及3张棕树皮做的棕垫，另外又称了5斤棉花，买了1匹最便宜的白色棉布、1匹青色棉布、1匹红色粗布，红色留着过年做新衣，店里有成衣卖，是2手的，估计是从典当行里拿出来的抵押物。苏月见价格划算，再看看自己这身脏的已经不能看的麻衣，果断挑了一身自己能穿的，又另外也给4个小孩各买了一身，鞋子也一人来1双。苏月自己是皮靴，4个小孩的是粗布鞋，都是半旧的，这些全部弄下来花费了10两银子。结账的时候，苏月倒吸一口凉气，难怪大家都自己买材料回家做。从布庄离开，女人又去杂货铺买齐了日常需要的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，东西买齐后，苏月在北城门下花30文钱租了一辆牛车，带车夫驾着车去把买好的粮食装上，载着满满一车的东西启程回刘家村。这一车东西花了18两银子，现在他手里还剩下67两3钱银子。苏月打算存50两不动用来应急，剩下的17两多，他打算用来做几样像样的家具，再把那破茅屋修缮一下，然后把围墙建起来。没有围墙，丝毫没有隐私可言，放点东西在家里也不放心，总担心会被人偷拿。傍晚时分，两人顺利抵达刘家村。苏月想着家里4个小不点，归心似箭，却没想到一进村，一位大婶就喊住他：“大妹子，快家去看看吧，你家刘老三回来了。”刘老三回来了，活着回的还是死着回的？苏月话到嘴边，又觉得这话从自己嘴里问出来不妥，冲周嫂子点了点头，转头催促车夫快一点，大步朝家里赶去。还没走到家，就看到山坡上的茅草屋前围满了人。何大嫂一眼看见了他，惊喜的大喊一声：“弟妹，你可算回来了！”家门口上一圈人齐刷刷朝这边望了过来，人群中分开一条道，林二宝那张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。苏月紧了紧手中刀，跟车夫说不用害怕，原地等等，独自走上前来，开口就不爽的质问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是的，刘志还活着，不过是半死不活的状态，满身青紫，特别是那张他引以为傲的俊脸，现在惨不忍睹。大郎兄妹4人正围在他身前唤他醒来，见到苏月出现，眼睛齐齐一亮，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甩开刘志，朝苏月这边跑过来。“阿娘，阿姨！”兄妹4人来到他身后，看看他全新的着装，又看看桥上满满当当的牛车，知道他肯定是猎到了猎物，欣喜不已。苏月面对4个孩子，挨个摸摸脑袋，温声嘱咐：“大郎、二郎，你们领着弟弟妹妹进屋里去，这里有我。”大郎深深地看了苏月一眼，顿了几秒，这才听话地领着弟弟妹妹进屋。兄妹4人一关上屋门，苏月手里的刀唰的就抬了起来，如风一般，速度极快地架到了林二宝的脖子上。围观的村民们和刘家众人被他这举动吓得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林二宝带来的弟兄们手里的家伙石也立马举了起来，把苏月围住，想要动手。谁敢动我就杀了他！脖子上的刀刃传来一阵阵凉意，刀柄上沾染的血腥气钻入鼻尖，林二宝脸上都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都给我住手，不许动！秦娘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苏月瞥了一眼地上半死不活的男人，我倒想先问你是什么意思。说好了别给我送活的回来，现在又是什么？刘老三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个毒妇。我好心把人活着给你送回来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杀老子！你把人送回来，那债呢？难道一笔勾销了？当然不可能！苏月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，林二宝被他盯得心底发寒，实在是没想到刘老三家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悍妇，早知道今天他就不来了。就在他想劝苏月别冲动时，他居然自己收了刀，伸出手来，林二宝给他整懵了，下意识摸了摸脖子，脖子还在，长舒一口气。干什么？欠条。林二宝忙挥退，想要乘机上前对苏月动手的弟兄们，也不看看他们那点三脚猫功夫，够不够这悍妇一盘菜的。多次偷瞄苏月，慢吞吞把刚刚给刘老汉等人看过的欠条又拿了出来。欠条上歪歪扭扭写着2行字，是刘志的笔记，上面写着刘志借林二宝20两银子，约定2个月后连本带息共还22两，如果到期未还，每拖欠1日就多算1两利息。落款日期是7月30号，现在是10月28号，已经超过约期28天，连本带息要还50两整。这个数字苏月看了都忍不住爆粗口，正好和他预留的50两不动存款一致，要不要这么搞啊喂？刘老汉一家从年头忙到年尾，靠着地里的产出和家中女人织布攒下的银钱，最多也就能存2-3两银子。这笔债务对刘家村任何一个村民来说，都是一笔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。如果不是刘志现在浑身青紫的躺在地上，刘老汉都想亲手踹死这逆子。苏月也不例外，拳头紧了又松，松了又紧，后槽牙磨得咯咯响，听起来十分骇人。我们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我和弟兄们家里上有老嫂老母，下有妻儿，全家老嫂就指着我们过活，这笔钱要是要不回去，我们也不好过。这话说的反倒像是苏月把他给欺负了似的。何大嫂和邱大嫂看着桥上载满货物的牛车，想问苏月这次进山是不是收获颇丰，兴许能拿出来抵债呢，但还没来得及张嘴，就被刘老汉和张氏瞪了回去。苏月深吸一口气，这气顺不了，狠狠一脚踹到地上躺着的男人屁股上。男人身体轻颤了一下，眼睛紧闭着，不敢动，完全不敢动。苏月看着周围这满满一圈的人，闭眼叹了一口气，冲林二宝还有刘老汉
张氏招招手，我们介意不说话。刘老汉和张氏对视一眼，点头应下。二老刚刚都看明白了，老三这个媳妇是真厉害呀，连林二宝都不怕，没准他有办法呢。林二宝心里慌得要死，但在手下面前也不能丢了大哥的面子，冲苏月抬了抬下巴，跟他去一边单说。四人来到屋子背后，隔绝了村民们的探究目光。爹娘，叫你们二老过来，是想让你们帮忙做个见证。见证啥？这笔钱我卖你一个人情，到底要还多少？你给我一个数。至于50两，我明明白白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苏月垂眸扫了一眼手里的刀，还有林二宝紧紧抓着的一把锄头。他知道林二宝上头还有人，这钱虽然是以林二宝名义借出，但钱绝对不是他的。换在半刻钟之前，苏月说他要卖一个人情给自己，林二宝肯定忍不住嗤笑出声。但现在他忽然觉得可以考虑一下，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的？万一哪一天他就用得上苏月这个人情了呢？林二宝在权衡，苏月也不逼他，耐心等着。刘老汉和张氏挨着站在墙角下，一颗心砰砰跳，紧张的都要蹦出来。忽然林二宝呼出一口浊气，无奈的看着苏月说：七娘子，要是日后找不到你人怎么办？苏月嘴角翘起，冷笑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林二宝反应过来，他根本没得选，要不然钱他一分都别想拿回去，这条命说不准也要交代在这里。林二宝的感觉没有错，苏月压根没把刘志放在眼里，是死是活他都无所谓，他唯一在意的只是留在刘家村这个地方，做一个有身份的人，不至于流亡。林二宝深吸了好几口气，脑子转疯了，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，最后给了一个数字：38两，这是最低的了。要是连这也还不上，就没有谈的必要。林二宝也发了狠，这个数是他能给出的底线，要不然上头那他交代不了，照样是个死。可以，欠条拿来，纸笔你有吧？再重新写一份，证明刘志跟你的钱款已经结清。林二宝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纸笔他有，字却不会写。苏月嫌弃的目光顿时扫了过来，林二宝恼羞成怒，叫来手下弟兄，把笔墨纸砚还有红泥都拿来，一股脑塞给苏月，一副有本事你写的挑衅模样。没想到啊，人家还真会写。这边正好有个劈柴的墩子，苏月就在这上面写，刷刷几笔，把钱款结清的条子重新写了2份，落款分别是林二宝和刘志。因为他和刘志是合法夫妻，所以他可代替刘志签字画押。不过林二宝签字后，苏月的却没动笔，而是扭头看向一旁的2位老人。爹娘，有件事必须你们先给我保证，我才能在这份字据上签字画押。你讲，这笔钱我可以帮刘志还，但从今往后，他的命就是我的了。以后我和刘志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们必须站在我这边，不可阻挠我做出的任何决定，否则这个字我不会签，就让刘志这混账死在外头吧。唉，老三媳妇儿，我知道老三这人混账，你配他确实是委屈了。今日你不计前嫌，愿意为他还债，爹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如果这次之后老三还不知悔改，继续犯浑，就算你打死他，我和你娘也绝不怪你。行，那有您和娘的保证，我也放心了。